现如今，在家里养花种草已经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喜欢在家中养花、养草、养绿植。毕竟，漂亮的绿植和花卉不仅看起来赏心悦目，让人身心愉悦，同时还能让室内的家居环境变得生机勃勃。但很多人不懂，其实关于养花的位置和环境也是很有讲究的。也就是说，并不是什么地方都适合养花的。比如下面说的这3个地方，劝你宁愿空着也别养。不然很容易导致植物枯萎，甚至还会影响到身心健康。千万别不当回事，如果你家也养了，建议赶快搬走，卫生间里别养。很多人喜欢把花养在卫生间，想着早起洗漱或者上厕所的时候都能看到生机勃勃的植物，心情会变得很好。但其实卫生间里真的不建议养花。咱先抛开什么卫生间属阴，植物也属阴，对家居风水不利这种很玄学的道理不谈，单从植物的生长环境上来说，至少有2大弊端。1. 养不活会导致植物枯萎。但凡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，卫生间里阴暗又潮湿，而且通风也很有限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即便是耐阴的植物，也不利于生长。所以长期把植物养在卫生间里，轻则不开花、不长新叶、生长停滞；严重一点的就是黄叶、落叶、根茎腐烂。就算你夜以继日的悉心照料，最终也难逃枯死的结局。2. 滋生细菌不利于健康。潮湿阴暗的卫生间加上异味较大，本来就容易滋生细菌。如果再养一些植物的话，相当于给它们提供了滋生和繁衍的温床。最常见的情况就是植物生虫、发霉、滋生细菌。虽然这些病菌看不到，但经常接触很容易感染给人体，导致诱发气管过敏、哮喘病等症状。建议阳光充足且通风良好的环境才利于植物的生长和种植，比如家里的阳台和客厅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卫生间真的不适合，养不活是其次，关键还会危害家里健康。厨房里别养。如果说把花养在卫生间，想借助植物来净化空气、去除异味，还情有可原。但有些人还喜欢把植物养在厨房里，我是真不能理解。为什么说植物不适合养在厨房里呢？咱们从生长环境和家居布局的角度来说，同样有3大问题是不可避免的。其一，活不好，不利于生长。众所周知，厨房是国人用来烧火做饭的地方，在烹饪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油烟和水蒸气。如果在这个地方摆放植物，时间一长，植物的叶片和枝干上也会避免不了覆盖一层油污，很不利于植物的生长，会导致烂叶、枯萎。其2，浇水、施肥、打理都麻烦。大部分家庭的厨房都很小，操作台空间也很有限，所以很多人只能选择把植物垂吊起来，或者在高处搭层板摆放一些盆栽。但是植物在生长的过程中还需要浇水、施肥、修剪。植物如果摆放在高层，势必会给后期的维护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。其3，占地方，空间拥挤。厨房自身的空间本来就不大，如果在地上再摆放一些花卉、绿植的话，会让狭小的厨房变得更加拥挤不堪，甚至去做饭的时候都下不去脚。建议综上所述，尽量不要把植物养在厨房。占地方不好打理是一方面，主要厨房油烟大，不利于植物的生长。实在想在厨房里增添一抹绿意，来点缀氛围的话，建议选1到2株小型盆栽，摆放在厨房的窗台上，适量即可。卧室里别养。不是说绿植、花卉可以净化空气，有改善空气质量的作用，为什么不适合养在卧室里？卧室是用来休息和睡觉的地方，如果摆放植物，也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。比如下面这3点，养过的人都会感同身受。第一，不利于健康。居家卧室属于私密空间，相对封闭，绿植虽美，但容易生蚊虫，特别是培植花卉的土壤里会滋生很多看不见的小虫卵，导致病菌的滋生和传播，会危害到咱们的健康。第2，引发过敏反应。有些植物的花粉或香味会引起身体不适，比如带有浓郁香味的花卉，什么郁金香、香水百合、芍药花等等，鲜花虽美，但香味刺鼻，大量吸入体内会导致出现头晕、头痛、恶心、呕吐等症状。另外，对花粉过敏的人群还会出现鼻炎、皮肤瘙痒，甚至出现小红疹等症状，引发身体不适。第3，影响睡眠质量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有些植物在夜间会释放2氧化碳，吸收氧气。如果在卧室里养太多这种植物，会导致氧气不足，严重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。建议，虽说绿植和花卉能美化卧室，但对健康不利，所以还是尽量不要养在卧室里。尤其是大型绿植，还会占据日常活动空间。实在想养的话，也要选择少量、适合卧室生长环境，且夜间会释放氧气的小型盆栽，比如说虎尾兰、吊兰、芦荟等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总的来说，在家中养花种草，
虽说看似一件小事，但对家居环境和咱们的健康却有着方方面面的影响。换句话说，对于植物的摆放和种植，选择一个光照充足且通风良好的位置，不仅有利于植物的生长，同时也更有利于营造舒适且健康的宜居环境。